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琉璃。我们这期视频是《暗黑破坏神4》第5赛季死灵开荒的全程喂奶攻略啊。我呢会提供从你1级出门到难度4发育的全部流程建议啊，包括技能的加点与更换、传奇威能的选择取舍等等。当然，死灵开荒需要的最大操作呢，恐怕就是我们得先打开游戏设置啊，然后你找到强制移动这个功能键，接着呢把它设置到你的常用键位上。接下来开荒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着这个键走位，然后呢，等着我们的召唤物把怪物全部解决。召唤的极限强度大约就是25级轻松通关大教堂进难度3 ，35级通关堕落神殿进难度4的水平。之所以是这两个等级通关呢，主要是我们在25级可以解锁傀儡这一关键技能，35级的时候呢，又能装备难度3掉落的神圣装备，提升自己一大波的强度。如果你去选择30级挑战堕落神殿的话呢，那么就跟琉璃去打宿傩的结局差不多。赛后虎扑评分估计只有 2.0， 评价是草履虫，具有一定的蠕动能力。如果你不是死灵开荒的话，那么就可能没那么舒服了。这时候呢，我也有2种解决方式。第一种是适用于所有职业的。众所周知暗黑4这个游戏里，我们按 Z 是可以骑马的，而地狱狂潮呢，作为暴雪所热爱的大世界玩法，又让我们非常容易在其中寻找到一同对抗地狱的同伴。所以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很简单了，那就是在赛季开始之后呢，我们直接骑马在狂潮区域闲逛去寻找那些带宠物的使灵会刮风的野蛮人，还有会喷火的纳维莱特就好了。我们靠近他们之后，两边都能得到经验加成接着就看他们打怪吃经验就行了。这个骑马开荒的方法一般适用于赛季前期，而如果你觉得这样效率不算太高，也可以选择凌晨1点下完游戏之后，你把你自己的坐骑染成红色，然后去睡觉，第二天上线找朋友或者是工会的好哥哥带。这种方式呢，我称之为吕布流，而它的缺点就是越级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前期很容易阵亡。那这个时候，一个稳定的网络环境就很重要了。所以琉璃推荐你使用悠悠加速器作为大厂的产品呢，悠悠本身有各种黑科技的加持，加速暗黑4的延迟低，效果稳定。它呢也是琉璃每个赛季都在使用的加速器。如果你是打算入坑暗黑4的新朋友，用悠悠加速游戏之后呢，我们还能在加速界面找到一键下载并且加速战网的功能。此外呢，悠悠最近又升级了一波大学生优惠力度点击首页的大学生优惠就能参加了除了认证即可领取的 5.4 折大学生优惠之外，现在还有组队拼车活动，只要59元就能爽玩90天了，非常适合大学生的朋友尝鲜如果你之前也没有用过这个加速器的话，那么就可以在主页的优惠兑换这里输入猎人大军这个口令码来获得免费的悠悠10场。那言归正传，接下来是具体的死灵开荒流程这个赛季呢，琉璃依旧会推荐你使用召唤死灵进行开荒，不过在15级之前，我们最好还是用一下施暴。简单点说呢，就是我们的开局依旧是选择难度2，从基奥瓦莎的传送点左上出门小号第一次来这边是一定会刷一个事件的，我们可以一边刷这个事件一边加点。前期的基础技能跟核心技能呢，看你喜欢，我一般是点分解和枯萎这2个技能。接下来呢，技能点你要把施暴和骷髅精通点满，剩下的就随便点点就好了。前期呢，我们只有骷髅战士的时候，他们的输出是比较一般的不如我们自己去分解产尸体，然后用施暴清场。打完了第一个事件一般我们能到4到5级。那这个时候呢，你还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宠物带没带如果你在宠物更新之前是没有上过线的话，那么你很可能要去衣柜附近摸摸狗来解锁这个宠物功能。那接下来我是比较推荐你去先做一下赛季任务也就是地图上刷出来的带绿叶的那些任务。我估计跟第4赛季一样，我们需要完成赛季的小任务线才能解锁悬赏榜单之后再看你的等级来决定做啥。如果做完赛季任务之后等级没到15级，那我们就去刷地狱狂潮。15级之后呢，我们是可以解锁回火功能和骷髅法师的。那之后先回城去基奥瓦莎的铁匠附近，你打开它背后的箱子可以得到自然巧变这个配方，然后你就可以给身上的武器、手套、项链、戒指这些部位呢，全部都回火这个自然巧变的效果这个回火就优先选择近距离伤害和普通的伤害，然后我们的输出就足够碾压难度2了。这个时候再看一下赛季旅程或者悬赏榜单有没有做完，如果做完的话就领一下奖励，看看它里面有没有药水要是没有药水，你就自己去做一下最低级的加成药剂，喝药呢可以让我们获得额外的经验加成。这些准备工作全部做完，我们就可以去打一下无面圣所这个副本来解锁我们的部区指挥官威能了。它呢在打大教堂的时候是很有用的，你也可以选择打完它之后再去打一下堕落石窟这个副本，解锁一下被削弱的卷须威能来增加输出。那之后就是正常的狂潮练级了，刷狂潮的时候要尽量找地狱任务做，一般呢做1到2轮地狱任务我们就能到25级了。
25级的死灵会解锁职业的专属任务，跟着这个任务线一直走，最后就能解锁傀儡了。解锁傀儡之后，我们就有了通关大教堂的能力。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在难度2先解决一下首尾啊，比如说这时候你地狱任务之前只做到了5-10，那么就去再打5点垂青，把这个树的任务给交了。在我们28级解锁了鲜血傀儡这个技能之后，就可以把技能加点洗成屏幕中的这一套，然后呢给你的攻击类装备刻印一个部区指挥官威能，再去通关大教堂了啊。你是可以自己选择你喜欢的加点方式，但是呢一定要点出王者大军跟卡兰法令这个关键被动。大教堂包的装备呢最低是28级左右就能装备的，如果掉了可以穿的装备那你就第一时间换上就好了。然后就是诅咒开路，让召唤物慢慢平推大教堂就行了。你也可以选择激进一点，用血雾跟闪避跳怪只打那些精英怪。打馆长之前呢，最好保证自己的大军有冷却，打的时候也多注意自己的走位啊。馆长如果隐身去放技能来攻击你了，你就按血雾规避就行了。击败馆长之后，我们就能进难度3了。难度3是可以掉神圣装备的，但神圣装备最低也要35级才能穿。如果不穿神圣装备的话，我们打狂潮的效率是很低的。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要塞和地窖还有赛季任务来补充我们的等级啊。难度3也会有解锁炼狱魔潮的主线任务，这个任务呢一般会比地狱王朝的难度要低，所以你直接做任务升级就好了。如果任务的难度比较高，那你就可以选择去刷要塞也就是地图上这些带红色骷髅头的区域。虽然难度3的怪物最低是55级的，但这些区域的怪物等级最多只会超过你3级啊，所以放心大胆去揍他们升级就好了。清空一个要塞加敲钟一般能升1到2级，注意啊，打完之后敲钟是能多拿半管经验的。而除了要塞之外，我们也可以选择去刷狂潮里的地窖。地窖里的怪物虽然也是55级的，但他们都是拉克希尔仪式的失败者，所以并没有外面怪物凶狠啊，小心行事的情况下还是能比较轻松的解决掉的。打完地窖之后，我们到门口打开菜单，点击重置地下城，我们就能重置地窖了。在暴雪改动经验加成之后刷地窖的经验和装备应该都会比要塞好，但是难度会稍微高一些。各位呢自行选择自己补等级的方法就好了。在35级之后我们就能穿上难度3的神圣装备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继续去刷狂潮练级了。难度3的狂潮里呢，我们获得余烬之后可以针对性的开箱，我建议你是优先开身上那些非神圣部位的箱子，不过最优先的肯定是双手武器箱你在保证自己武器输出足够的情况下，召唤物才能秒怪嘛。狂潮中呢，我们还能获得一些初期的门票，如果你有足够的恶念魔星，那么就可以去难度3召唤瓦尔森打一下，补充装备的同时呢，看看能不能把亵渎天性魂戒这个全自动戒指搞到手。在进军难度4之前，你最好对装备进行一下简单的回火跟附魔主要的目标呢就是凑护甲跟火焰2种抗性。这时候你可以先给骷髅点阐释的强化配合我们的被动可以额外拿强固的 10% 减伤。如果你有主宰威能的话，护甲就会比较简单，火焰抗性就要稍微留一下装备了。如果你要追求效率的话，就可以在减伤条件满足之后直接进堕落神殿杀怪练级的同时通关。你也可以选择先练到40级左右再去刷。琉璃在第4赛季的测试中呢，43级左右的死灵打最终的这个厄莱亚斯 BOSS 也就5-6秒，而他在新版本中还要被暴雪再暴砍一波生命值，所以估计各位会打得更轻松一些到了难度4之后，我们就进入开荒的尾声了。这时候我们要做的还是补充等级方法跟难度3一样，刷地窖和要塞就行了。大约到50级解锁巅峰之后，我们就能轻松打难度4了。55级装备了先祖物品之后，我们就能轻松乱杀难度4了。这之后呢，你可以先试试凑一下琉璃分享的这套开荒用的全自动召唤玩法。我们可以利用新的威能来全自动挂诅咒，魂戒呢来全自动触发卷须跟召唤骷髅，同时也能触发采野者来自动回血，属于是我们前期在狂潮逛街最舒服的一个流派了。如果你能找到每秒回惊魂的鞋子，那么就可以在攻速足够的情况下，把手套的狂乱王者换成虚拟盛宴威能，这样子呢打精英跟 BOSS 就会稍微快一些。那等各位凑齐这一套，逛街一段时间，琉璃应该已经满级出后期的召唤攻略了，到时候大家再跟着参考就行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琉璃让我们第5赛季再见吧。